歡迎來到新聞頻道，明星們很高興您訂閱了該頻道。頂流肖戰為何從不刻意營業、低頻更新的背後，其實藏着他對演藝事業的清醒與克制。在這個所有人都恨不得24小時開着攝像頭的時代，有個頂流偏偏隔三差五才錄一下面，還老愛發一句以此刻記錄本真狀態。說句實在的，我第一次看見還挺彆扭。心想，這人怎麼還這麼不着急掙錢啊？6月最後一天，肖戰工作室扔出那5個字，我刷到的時候正擠地鐵，滿車廂都是加班臉，手機屏幕上那一句話特安靜，後面跟一張圖，連說明都不愛寫。像誰在你微信列表裡默默給你發了句“我還在”，就這點克制，擱娛樂圈簡直跟胡同口賣冰棍的一樣樸素。說句實在的，我幹媒體10來年，看過太多營業日常，90%都是預告好的行程、精修圖、買熱搜的通稿，漂亮是真漂亮，但一看就不是人過的日子，是項目管理過的生活。而日常見肖戰這個系列，我個人認為最有意思的地方就是他老不像公關團隊做出來的，反倒像主打一個你愛看就看，不看我也不吭聲。你看啊，同一天，鴻蒙智行上屆官宣他當品牌代言人，車企那邊的文案寫得賊講究，雅致格調氣場適配所有出行日常，一看就是甲方爸爸和文案小哥一起擼出來的高端詞。而工作室那邊就默默扔一句以此刻記錄本真狀態，連標點都省得多打一個。這對比我一看就樂了，商務歸商務，人歸人，邊界畫得倍兒清楚。說到底，在這個圈子裡，本真這倆字是挺奢侈的。鏡頭前一句好久不見，鏡頭後一堆商務群在排檔期，很多藝人連什麼時間發自拍都是團隊算好的。週3中午，女性用戶活躍度高，來一張美顏拉滿。而肖戰這系列日常，更像拍完戲、卸完妝，有人順手拿手機咔嚓一張，說一句今天就這樣，完事兒，挺隨意的。我就納悶了，一個頂流敢這麼隨便，他不怕掉粉嗎？後來一想，人家這幾年經歷啥，大家心裡都有數，從風口浪尖走回片場，從全網放大鏡到安安靜靜拍戲，這一路折騰下來，他要是真還整天端着個營業臉，那才漏氣呢。你說巧不巧，現在觀眾反而就吃這種不端着。有人老問我，為啥日常見肖戰這種看着平平無奇的更新，能讓粉絲激動半天？我個人認為啊，很簡單，因為大家太缺他在正常生活這個信號了。代言有官宣，劇有物料，獎項有紅毯，那些都是鎂光燈下的他。而這種日常更像體檢報告上那句各項指標正常，沒多驚豔，但特重要。你琢磨琢磨，同樣是6月底，一邊是入圍白玉蘭最佳男主角提名，跟胡歌、白宇、郭京飛、於和偉這些老戲骨放一起討論演技，業內正經把他當演員聊了。另一邊是新代言官宣，上屆這種新勢力車企，品牌定位也不算低，一堆大標籤往身上貼，而他自己那邊風格就一個字，淡。而這淡，說句實在的，可不是沒野心，而是知道什麼東西該被看見，什麼東西得留給自己。演《藏海傳》的時候，業內好多評價都盯着藏海這個角色的複雜度。什麼克制的瘋狂隱忍的爆發，我聽得都快困了。但日常見肖戰裡那個站在路邊抬頭看看天的人，反倒更像你在樓下便利店碰見的普通鄰居。這種反差，我覺得挺妙。還有時日中煙旗下這個角色那種7000次輪迴孤獨破局者的設定，聽着就壓力山大，哪怕只看先導片花，那股子繃得緊的勁兒也能透過屏幕扎到你心口去了。而這種時候，突然刷到一條安安靜靜的日常，你本能就會鬆一口氣。好，
他只是角色風，真人還挺平衡。我身邊有粉絲跟我說，他現在看肖戰的行程，不只盯新劇和代言了，更在意他有沒有好好生活。這聽起來挺矯情啊，但你想啊，這幾年誰不被生活推着跑？大家都知道，一個人要是老繃着，總有一天崩斷。你越知道壓力大，就越需要看見他在認真吃飯、認真發呆、認真曬夕陽。哪怕只是工作室扔一張照片，都像個他沒被壓垮的回執。而圈裡不少人走另一條路，恨不得把自己日常拆成8塊發，全員 vlog、全員直播，連喝口水都能上個熱搜。我不是說這種不對，人各有志嘛，但看多了就會覺得，你到底是在過日子，還是在演過日子這場戲？我就納悶了，咱普通人誰受得了全天候這麼拍啊？真弄一天，估計第二天就想把手機扔河裡。肖戰這套沒事我就不吭聲，有事我也不多說的模式，反倒像從老一代演員那兒學來的。原來在胡同聽老記者講故事，說80、90年代那些演員上完戲就往家跑，哪有天天在公眾面前晃悠的？現在網絡時代把距離拉近了，但有沒有可能離觀眾近一點，離自己的生活遠一點，這個度就容易失衡。說句實在的，他當年如果是純靠團隊包裝出來的頂流，這幾年這麼少營業，早就被後來的人擠沒影了。而現實就是，越是這樣克制，路人緣反倒穩，角色一個一個讓大家記住了，從魏無羨到蕭春生，再到藏海，都是把自己藏在角色後面那種。你說這人心態得多硬，才敢把曝光率往下按？不過話說回來，本真狀態這詞也不該神話。任何一個藝人在鏡頭裡都不可能完全跟生活一模一樣，有燈，有構圖，有挑圖，這都是工作。我個人認為，他現在能做到的，就是在這個框架裡把人味兒留一點，而不是把自己剪成一個只能發在海報上的完美人偶，這就已經挺難得了。我有時候看他粉絲的留言挺逗，有人會說，你別太累，好好休息。按理說，這話他們本人也不一定看得到，但這就是現代追星挺有趣的一點。觀眾不再只關心你給我看什麼，也會開始關心你自己過得咋樣。而日常見肖戰這種內容，本質上就是一個回應，我還在正常呼吸。從媒體人的角度說，這種低頻、隨機的更新方式對團隊來說一點都不輕鬆，因為沒固定節奏就不好養成打卡式內容的習慣，但好處也明顯，少了那股子流水線味兒。有知情人士跟我聊天說，他們內部其實挺克制，有的好看的工作照都忍住不發，就是怕占滿公眾視野，留點空白。我覺得吧，這種留白其實特別適合現在這個時代，大家的信息被塞得太滿，刷個短視頻2小時一眨眼就沒了，頭腦嗡嗡的。你說在這種環境下，還非要給觀眾塞更多、更新鮮、更刺激的內容，那就是互相消耗。而一條安靜的動態，反而能讓人停一下，喘口氣。6月最後一天那條以此刻記錄本真狀態，很多人說看完這句話，整個人都柔和下來。我當時笑，說你們是不是有點誇張？後來晚上回家，我又翻出來多看了2眼，還真有點懂這感覺。那種感覺像是，這半年不管你過得怎麼樣，總有一個人跟你說，咱就這樣慢慢往下走唄，別總往前衝。說到底吧，我個人認為真正讓人安心的，不是肖戰有幾個代言，拿了什麼獎，演了多大制作，而是你一次次看見他在熱鬧之外，仍然有時間給自己留一小塊空間。有工作，也有發呆，有角色，也有本人，有聚光燈，也有走在街角沒人認出的那幾分鐘。咱就這麼看着，
挺好。他好好拍他的戲，好好選他的角色，偶爾扔一條日常見肖戰，證明他也在好好過普通人的部分人生。至於以後怎麼樣，別着急下結論。這年頭，走得穩的，往往都不愛吆喝。你說對吧？